这是一名来自于朝鲜的美女特工，她奉高层之命，成功将一架韩国客机炸毁，而飞机上的100多名乘客无一生还。这是韩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空难。但不可思议的是，美女特工竟然活了下来，并且她现在就生活在韩国。那么朝鲜是如何策划这场空难？美女特工又是如何活到现在的呢？金贤基出生于一个朝鲜的外交官的家庭，从小长得漂亮，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的不错。在10岁的时候，他就被选中为领导人来献花，这对于朝鲜普通民众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荣誉。而就在同一年，他又参演了朝鲜第1部彩色电影。此时的金贤基就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小明星，而他也要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演员。然而他越出色，他就越有利用的价值，所以呢，在他上大学的时候，他就被朝鲜的情报机构所招募，正式成为一名特工。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年中，金贤基接受了非常残酷的训练，比如说格斗训练、武器训练、密码破译以及强化意识形态等等。除此之外呢，他还学会了关于日本的方方面面。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他不能说自己是朝鲜人，而应该说自己是日本人。为了让自己日本人的身份更加逼真，朝鲜还特意绑架了一些真正的日本人。金贤基的老师叫做田口八重子，他跟着这位老师学会了日语，学会了做日本饭，学会了日本人的社交礼仪。如果把金贤基放到日本，那么他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日本人。而到了培训的后期呢，金贤基又被派到了澳门学习粤语。金贤基学会了如何蹦迪、如何赌博以及如何去酒吧。在澳门的训练结束之后呢，金贤基和另外一个叫做金圣一的特工去欧洲玩了一圈。这一方面是为了看一看外面的世界，另外一方面是为他们提前踩点，因为他们已经接到了高层的指示。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去炸飞机。1987年11月12号，金贤基和金圣一以父女的身份从平壤飞到了莫斯科。第二天，他们又从莫斯科飞往匈牙利，之后他们乘车从匈牙利来到了奥地利，在这里他们收到了2本伪造的日本护照。金圣一的日本名叫做丰谷真一，而金贤基的日本名字叫做丰谷真由美。在收到护照之后呢，他们就以日本人的身份从奥地利直接飞到了塞尔维亚，在这里他们收到了一个由松下收音机所改装而成的定时炸弹，还有一瓶伪装成洋酒的液体炸弹。随后他们带着炸弹从塞尔维亚飞到了伊拉克，在伊拉克机场等待了将近4个小时之后，两人终于登上了大韩航空858号航班。他们如何把炸弹带上飞机，关于这一点到现在还不清楚。有可能是机场的安检本身比较宽松，那也有可能是朝鲜的特工已经渗透到了机场的相关安检部门。总之，金贤基2人顺利地登上了目标航班。这趟航班是从伊拉克的巴格达起飞，经停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和泰国的曼谷，最后抵达韩国首尔。而当飞机刚一起飞，炸弹的定时器也随之启动。1个小时后，飞机抵达了第一个经停点阿布扎比，在这里金贤基2人提前下了飞机，但定时炸弹却留在了飞机上。随后飞机又飞了将近7个小时的时间。当飞机距离泰国仅几十公里的时候，炸弹的倒计时结束，而飞机也瞬间发生了爆炸。在遇难的115人中，有113人是韩国人，而剩下的2个人，一个是印度人，另外一名是黎巴嫩人。爆炸发生之后，韩国方面立刻开始调查。由于打捞黑匣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所以韩国人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确认乘客的身份。通过机场数据比对，他们发现有2个日本人提前下了飞机，这2个日本人就是丰谷真一和丰谷真由美。先不管空难的原因是什么，找到这2个日本人呢是首要的任务。于是在阿联酋政府的帮助之下呢，金贤基的行踪被韩国掌握。当金贤基2人在阿布扎比下飞机之后呢，他们一开始想着从阿布扎比直飞约旦，但由于签证的问题，他们不得不先飞到巴黎。通过机票系统显示，他们已经预定了从巴黎飞往罗马的机票。在得知这样的一个消息之后呢，韩国人立刻联系到了巴黎政府。当时金贤基2人正好要办理值机手续，于是巴黎机场就暂时扣押了2人。其实无论是巴黎机场还是韩国政府，他们并不知道金贤基的真正的身份是什么。但此时的金贤基已经明显感觉到事情已经败露，于是呢，身旁的金圣一先吞下了香烟中的氰化物剧毒。在看到金圣一服毒自杀之后呢，金贤基也把香烟塞到了自
自己的嘴里。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呢，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，所以工作人员强行从他的嘴里抠出了一部分含有剧毒的香烟，最终金圣一中毒身亡，而金贤基则经过抢救之后呢，活了下来。随后金贤基和金圣一全部都被送到了韩国。虽然韩国人已经猜到了金贤基的身份，但奈何他就是咬死不承认，而且他也不承认爆炸案和自己有任何的关系。如果真的需要证据来定罪的话，那么韩国人手里其实没有确凿的证据，而直到今天飞机的黑匣子也是没有找着，所以既没有实锤的证据，那么只能攻心为主。在来到韩国的第8天，韩国警方带着金贤基去繁华的市区转了一圈，这一招韩国人屡试不爽，因为朝鲜民众受到的教育说是韩国是一个遍地垃圾混乱不堪的国家，那个地方狗都不去，但金贤基万万没有想到韩国原来这么的漂亮，这么发达，而且韩国人也都是普通人，并没有什么十恶不赦。在一次次的心理冲击之后呢，金贤基决定交代所有的事情，而最终他也被判处了死刑。不过事情到这里呢，并没有结束。金贤基在被判处死刑之后的1年，他又被韩国总统无罪特赦，理由是他虽然炸了飞机，但是呢，他也是受害者，被朝鲜政府所洗脑。如果要判刑的话，那么也应该是朝鲜的金将军。就这样，金贤基在韩国生活了下来。后来他写了一本自传，名字叫做现在想成为女人。在这本书中，他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特工生活，而这本书的全部收入他都捐给了遇难者的家属。时至今日，金贤基依旧是生活在韩国，据说他已经结婚并且生有2个孩子。有的时候呢，他也会出现在公众视野，讲述他在朝鲜的生活。但说了这么多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疑问，朝鲜为什么要炸飞机呢？毕竟普通老百姓是无辜的，背后的原因呢，其实也非常的简单，那么就是1988年韩国首次进行了总统全民直选这样的一个制度。与此同时呢，1988年的夏季奥运会也将在韩国举办，而一场世界震惊的爆炸案极有可能扰乱韩国，并且阻碍奥运会的进行。所以呢，在1987年就发生了这场灾难。但事实证明，历史的车轮会不断的向前发展。在爆炸案发生之后呢，朝鲜政府也被列为了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，随后呢就是各种的制裁。不过朝鲜也不会承认这样的事情和自己有任何的关系，而且朝鲜还说这是韩国栽赃陷害，不能听信金贤基的一人之词。好了，这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关于朝鲜女特工的故事，我们下期见。